沈星河，你走慢点，我这腿短，频率跟不上啊。建议你把抱怨的力气用来维持身体平衡，毕竟以你现在的重心偏移量，摔倒的概率是85%。切，帮我拿个箱子，你还要计算概率，活得累不累啊？带个累赘回家才叫累。沈星河，你爸妈好像在等你。等我？他们是在等律师把这栋房子的评估报告发给对方。哎呀，我肚子饿死了，快把箱子送上去。沈星河，我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小排，要是不去，我全给吃光。陆婉婉，你又在转移话题，真幼稚。星河多吃点儿。婉婉这孩子脑子笨，高数肯定又考砸了，寒假你得受累教教他。成绩还没出呢，你怎么就咒我？陆阿姨，教他确实是个大工程，不过我已经提前为他准备好特别方案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9点。别想，我明天要睡懒觉，谁也别想叫醒我。我在教务处后台看过了，38分。你是打算让我把成绩单印成传单贴满全院吗？沈星河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这届帅哥素质真高，画进速写本一定绝了。就这也值得你露出这种表情？沈星河，你大半夜拆迁呢？与其看那些像素堆砌的东西，不如看点高质量的。这份卷子明早9点前做完。9点？我明天约了人。做对一半，我给你当人体模特，我能打刚才那种10个。做就做，谁怕谁？你把衣服扣子先扣好。真的是38。看来系统还没崩溃。沈星河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就等着看我笑话是吗？拿着，我是为了不让叔叔阿姨担心，不是为了看你哭。你就是没感情的做题机器。离婚协议我签了，这房子一人一半。随便，那个拖油瓶你带走，别跟着我。沈星河，别演什么忧郁王子了。喏，请你吃关东粥，这可是我最后的流动资金。出去，我现在没空理你。快吃，甜辣味的，吃完你就变甜了，别整天跟个毒刺仙人掌似的。陆婉婉，你的手洗过吗？嘿，你爱吃不吃，我喂狗去了。真咸，可是为什么比我家的冷灶台要暖和？陆婉婉，你既然闯进来，就别想再全身而退。这套学区房必须卖，我公司资金链已经断了，别这么自私。我自私？拿我嫁妆填窟窿怎么不说？这房子是留给星河的，你休想动1分钱。打断一下，如果你们在进行不良资产清算，建议去法院，而不是在这制造分贝污染。你这叫什么态度？老子花那么多钱养你，养我？这18年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够高了。房产你们随意分割，我的抚养权不用争了，反正我已经成年。你们可以自动剥离我这项不良业务。喂，沈星河，9点到了，你跑哪儿去？我那半张卷子可做完了，你答应的当模特。这混蛋，平时装得像个超人，遇到事儿就知道跑。沈星河，你果然躲在这儿。进行资产转移。陆婉婉，我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今天给你放假，快回家画你的素姐去。谁要你补课了？喏，虾仁饺子，我妈包的。我一路捂在怀里带过来的，温度正好。你就算要离家出走，也得先填饱肚子吧？我不饿。
沈星河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无坚不摧的小白羊？你爸妈吵架，你难过怎么了？你哭出来，我也不会笑话你的。谁难过了？我只是在计算沉没成本，想看看我还能剩下什么。算不清楚就别算了，沈星河。其实你根本不用那么聪明，也不用什么都算得那么准。今天不补高数，我把我的时间无偿借给你。陆婉婉，投资讲究风险对冲，你知不知道你在一个破产边缘的标的上投入这么多，是会血本无归的。本小姐是学艺术的，不懂什么对冲，我只知道千金难买，我乐意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陆婉婉，从现在起，你被我强制控股了。啊！我不行了，沈星河，这道求导题之反人类啊！这是最基础的复合函数求导。陆婉婉，你的大脑皮层用来光合作用的吗？光合作用也需要能量啊！我已经做了2小时了，现在的血糖指数跌破大盘，我要吃东西。要吃自己去，不要用你的碳水饥渴症干扰我的做题进度。看什么书？啊！你看得进去吗你？走，陪我去吃牛肉面，不然我给你唱汉歌。吃，别用那种眼神看这家店，这可是本条街的优质资产。路边摊卫生堪忧，我拒绝摄入这种高风险事物。你现在不是操盘手，你就是个大学生，快吃！不吃我明天发你穿裙子的照片。你敢？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你那些公式管用多了？第一大题的极限运算你错了3个，你是在用脚趾头进行逻辑推演吗？沈老师，先别管我了，是你现在需要清理缓存了。你就是这么挥霍你的补习时间的？这不是挥霍，这叫情绪投资。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，遇到解不开的题就暂时放下嘛。你现在这个死样子一点都不帅了。无聊。基本面或许已经无可挽回的崩盘了，但它是我唯一的充气键。打闹结束，现在把你的错题给我抄10遍。你恩将仇报！算出来了，你看，我是不是智商高地？复苏啦？勉强及格。看来你的大脑终于停止了跌停，完成了基础资产承主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教，不对，是我自己，天资聪颖。对了，明晚就是除夕，我妈说你现在一个人住，命令你必须来我家吃年夜饭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可以对付。不行，陆阿姨的指令是绝对的，你要是敢拒绝，
我就按单方面违约处理，没收你所有的课时费。我会准时赴约。快趁热吃啊，多吃点儿。沈星空，愣着干嘛？太幼稚！我不参与这种低收益高风险的情绪消耗活动。沈星河，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，祝你这个资本家财源广进，永远不会破产。新年快乐，陆婉婉。只要你还在我资产负债表里，我就永远不会破产。这笔资产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强行拼凑。陆婉婉，你是去逃荒，还是准备把这些低价值消耗品搬去学校进行资产乘着？要你管！我要提前回学校补考，没零食哪来的动力？靠膨化食品提供算力，建议你直接把课本吃下去。公式背熟了吗？又开始收拾破烂。少诅咒我！我这次补考肯定过，等回学校就彻底摆脱你这资本家了。哼，祝你这笔不良资产能顺利通过市场枯检验。到了，好好复习，别再挂科了。知道了，妈，快回去吧。沈星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下周才开学吗？作为高数老师，我当然要监督你做最后冲刺。你是个控制狂！我提前回校，你都不放过我！少废话，坐下。高铁还有3小时，够做一套模拟卷。救命啊！脱离高数苦海，干杯！快给你那位汇报呀，人家可是辛辛苦苦盯盘盯了一个寒假呢。说，沈星河，正式通知你一下，本小姐补考72分，从今天起，扶贫协议彻底到期，我重获自由啦！72分。考得不错，陆婉婉，恭喜你。你没发烧吧？今天居然不损我。对于停止亏损的标的，投资人偶尔也需要提供正向情绪价值。早点休息。哇哦，投资人情绪价值，这第一炮！这哪是债主啊，分明是蓄谋已久，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！你们别瞎说，他就是终于不用给我补课，高兴的。沈星河，吃烤肉就行。这地方太贵了，我那72分不值得下血本。这是对扭亏为盈的常规分红。
吃你的，别四处乱看。是江彻学长，周末有个画展，问我要不要去寻找灵感。哦，去寻找灵感，去当然可以，不过看契约精神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协议不是到期了吗？答应给我画3次画，作为补偿，目前履约进度0。啊，这周末画吗？投资忌讳违约，周末早9点画时间。至于你的江学长，让他自己去共鸣吧。想绕开我场外交易，江彻，你对我的护城河一无所知。沈星河，你稍微往左边侧一点，下巴收一下。这样，你别看我，看窗外。还有，你解扣子干嘛？室内温度偏高，为了保证标到物呈现最佳物理形态，适当调整外包装是必要的。怎么？作为美术生，连基础人体结构都不敢看？谁不敢看了？画就画，你别动就行。你的呼吸频率比5分钟前加快了。陆婉婉，你的专业定理似乎比你的高数成绩还要差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这是在思考构图。哼，见鬼了，不过是换了个姿势。为什么我觉得他突然变得这么有吸引力？我的脑子里现在全是他。婉婉，上周末的画展你没来，真的很遗憾。不过下周3市美术馆有水卡沙龙，我又拿到了2张内部邀请函，一起去吧。啊，江彻学长，总是麻烦你。下周3我正好没课，那我们到时候见啦。好，不见不散。沈星河，你疯了！下周3，恐怕你的时间流已经资不抵债了。沈星河，你怎么像个幽灵一样，走路没声音的？我只是来做常规的资产回访，刚好撞见某笔不良资产，正试图进行未授权的场外交易。什么场外交易？我都及格了，去参加水彩沙龙，很合理吧？合理？你似乎忘了，
还要给我画2次画。可是下周3我都答应江学长了，能不能改天？下周3下午2点，画室见。这家伙还一副公事公办的，怎么能做到这么理直气壮的？2点32分，你的时间观念跌破了信用底线。至于，原来我的强制冻结拦不住你进行高风险场外交易。陆婉婉为了一只劣质股，放弃顶级资产。既然不喜欢温和策略，别怪我强制平仓。我要你永远停在我的账本上。沈星河，看我带了什么？莫奈的水莲，画展真的太棒了！江学长还……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。你这是干嘛？大扫除吗？由于你本次违规操作以及言而无信，直接放我鸽子，所以我选择撤资。撤资？就因为我跟江学长去看画展？是我先答应学长的。在我这里，违规操作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拿着你的东西走人。我们的协议单方面终止。走就走。沈星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我明明应该高兴的，那个独裁的资本家终于放过我了。可是为什么只要一闭上眼，全是他冷冰冰的脸？好奇怪。婉婉，今天画展很愉快。这位就是给你补课的沈星河吧？江学长，婉婉是极具天赋的艺术生，艺术需要自由的灵魂。听说你对他高数要求很严格，但逼得太紧，只会扼杀他的灵气。江学长，你眼里的自由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情绪价值，但我更习惯做他托底的护城河，为他兜底。陆婉婉，阿姨打电话你没接，让我来找你。哦，走吧。原来这就是被丢下的感觉。这是
光影展 VIP 套票，这票半个月前就空了。你怎么弄到的？就当是对我前段时间非理性市场行为的违约赔偿。非理性行为？你是指突然把我扫地出门，单方面和我绝交吗？对不起，婉婉。我高估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，也低估了对你的需求。我不该被情绪左右，把你推开。你该不会是吃江学长的醋了吧？是。我无法忍受别人占用你的时间。以后想看画展，直接告诉我，我陪你。那你保证，以后不准再说撤资这种话吓唬我了。我保证，对你永远足资控股，永不停牌。沈星河，吃夜宵啦！之前是我没边界感，不该为了画展忽略你，我负荆请罪，你就别生闷气了嘛。口头道歉没契约精神，金融圈不认这个。那认什么？签了它。期末对赌协议，高数期末必须85分，且所有课余时间交由沈星河全盘托管。没错，作为引进外部风险的惩罚，这学期你的时间份额由我独家接管。至于那位江学长，必须从日程表里退市。我才刚及格，而且课余时间托管，这跟卖身契有什么区别？高收益伴随着高要求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期末答应你任何条件。怎么，不敢赌，还是舍不得江彻？谁舍不得他了？签就签，本小姐拼了！很好，对赌协议正式生效。沈星河，我觉得这道题在歧视我的智商。为什么这个极限它不肯趋于零，而是在趋向于把我送走？因为他感知到了你糟糕的风险管理。如果你在3分钟前听我的建议，把辅助线画在 A、B 段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讨论夜宵吃什么了。可恶，又被他装到了！明明是来补课的，怎么搞得像在签跨国并购协议？陆婉婉，如果你期末掉出85分，根据对赌协议，你的暑假支配权将归我所有。你这是全盘托管？是全资控股，所以认真点儿。沈星河，你在哪儿？别动，我在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走了。陆婉婉，
以前我总在评估各种风险，但刚才灯熄灭的一瞬间，我发现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是你。如果把你推开，我将面临无法承受的彻底爆仓。陆婉婉，我是真的怕你不要我了。沈星河，刚才那些话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就是那个最大的风险。我从不拿核心业务开玩笑，陆婉婉。那如果我期末考到了85分，你给出的奖励是什么？奖励是，我将向你开放沈星空的全部控股，你将拥有对我所有决策的一票否决权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你别用这种语气说话，这哪是奖励，这根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赌吧。你可以慢慢评估，反正我对你永不放手。沈星河，我画不出来了，线条全是乱的。你在哪儿啊？你就不能毒死我2句，帮我想想办法吗？婉婉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我工作室里有大师手稿，绝对有启发。谢谢江彻学长。陆婉婉，你遇到瓶颈不找我，而是要跟他走。沈星河，婉婉没灵感了，我带她去解决问题。你在无理取闹什么？解决问题，我的盘口里不需要别人替她解决问题。陆婉婉，不许去。江学长，他的话我来教，不劳费心。他全身都在发抖，这个冷静像机器一样的，现在是在喂我吃醋吗？沈星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半夜拉我到旧教室，是要搞破坏还是耍我？闭嘴，看好。沈星空，你逗我玩呢？我在为油画作业发愁，你拉我到这里，就为看你写高数公式。浮躁。闭嘴，看黑板。这是……你以为的灵感枯竭，在数学眼里只是逻辑崩塌，向日葵种子的排列，乃至银河系的漩涡，本质上都是这根线条。你所谓的没有灵感，其实只是失去了自然界最底层逻辑支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些冰冷的数字，竟然在黑板上
延展出了惊心动魄的、绝对严谨的美感。艺术的感性是无序的，但自然的造物是无限自相似的。看着，这不可能！这超越了传统艺术经验，带着工业与宇宙终极秩序的绝美，他居然用数学给我的画赋予了灵魂。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只有你能让我快乐。现在，你的画布有骨架了。完了，我彻底沦陷了。那个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去外地参加大赛了？明天大早的动车，去半个月。哦，那你加油啊！没有你毒舌，我高数估计要挂科了。所以我没打算让你闲着。我把所有可能考的题型和救命公式全编了。陆婉婉，这半个月老实点儿，别让我回来看到不及格的成绩单。RSAN Zeta。沈星河，你疯了吗？这算什么？不行的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学神，他的世界永远理智，永远不会出错。而我连一幅画都画不好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不去，我才不去！沈星河，你别想这么轻易就打乱我的生活！沈星河，你不是下午才到站吗？怎么现在就……发微信不回，接站也不去。陆婉婉，胆子什么时候变大了？我今天画室有大作业，太忙了没看不到。大作业？那本笔记最末页的图，你明明看懂了，为什么要躲着我？陆婉婉，我大老远跑回来，不是为了听你找借口。我的心意，
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躲，看懂了，星星线我画出来了，行了吧？既然看懂了，那就正式回答我。陆婉婉，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沈星河，这理科生很讨厌，但我愿意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女朋友了，不许反悔。知道了，沈大才子，绝对不反悔。以后不管去哪，我都会牵着你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来的。傻瓜，我怎么会舍得让你等那么久？沈星河，你尝一口，这个超级甜。太甜了。不过按多巴胺分泌水平，现在的环境确实能让心率产生规律性异常。约会都要讲理论。哇，好美。沈星河，理科生看星空在想什么？在想宇宙学原理，星空中所有的物质，在宏观上都是均匀且各项同势的，这意味着它拥有最绝对、最完美的稳定。但在绝对稳定的宇宙里，我找到了我的西点。那这位喜点先生，以后每年的星空都要陪我看。好，写进我余生的底层逻辑里，永不更改。以前总觉得数学和科学很冰冷，现在才明白，当理科生深情，满天星辰都成了情话的注底。你们是谁？我是沈星河的父亲。那小子竟敢拉黑我，联系方式全换了，连实验室都锁了。跟我去咖啡厅谈谈。他为了你留在学校，公司破产都不管。你个画画的穷学生，除了画几张废纸，能帮他做什么？你的存在只会拖累他。今天回去联系他，劝他把字签了，否则我让他退学。难怪星河拉黑他，这根本不是在救人，他在拿亲儿子的命豪赌，他在毁了沈星河。放肆！你以为跟谁说话？作为父亲，想榨干亲生儿子的未来；作为商人，连底线都不要了。你懂什么运作？我不需要懂，真正拖累他、羞辱他的人，从来都不是我，一直都是您自己。沈先生，高数里有一种情况叫无解。沈星活的签字，你永远得不到。沈星河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
我一直以为我是那个能帮你的遮风挡雨的人，理清所有混乱。可现在你看到了，随时把你拖进深渊的无底洞。沈星河，你教过我的，永远不要向生活轻易低头。你以为我只是个需要你保护的胆小鬼吗？不，我是能陪你面对所有风雨的底气。只要有我在，你就永远不是一无所有。谢谢你，婉婉。我的数学公式算尽了宇宙的万千可能，却唯独没有算到一生最幸运的事，是拥有并肩对抗世界的你。沈星河，我不敢看，要是高数挂了，或者大作业没拿名次，你爸肯定又要……对自己有点信心，你的话有完美骨架，赢定。油画第一季是陆婉婉，连高数都拿了高分。第一名，我做到了。很厉害。为了庆祝你拿高分，什么奖励？我研究了下学期课表，你有4部写生课，需要跨校区通勤，住校外能缩短通勤。一想到这个就头疼，房租太贵，而且难找。确实，我最近租了套公寓，完美配合你的课表。可惜一个人住太浪费。那确实有点浪费，要是有人合租就好了。所以本着优化原则，愿意帮我解决浪费吗？顺便拿走你的奖励。愿意啊，这有什么？等等，你在套路我呢？这是邀请我同居吗？那你刚才已经答应了，落子无悔。陆同学，去他的逻辑和数据，这套路根本没法拒绝。沈辛苦，盐和白糖罐子都要贴化学副目式，这太没生活气息了，感觉像在住实验室。这叫建立最高效的减损机制。你把画笔丢微波炉旁，导致检索时间增加了5分钟。我就喜欢乱放。算了，允许你破坏我的绝对秩序，仅限你在我身边。沈星河，左边挡一下，要死了！放心，算好伤害了，死不了。终于赢了。换个舒服的电影看吧，我动弹不得了。我的世界原本到处是冰冷的数字和逻辑，可如果每天下班回家都能和他这样打游戏，哪怕像怕惊碎一个梦，极其极浅，哪怕只是看着他睡着，陆婉婉，我想娶你了。
我和你爸来看你。爸妈，怎么不打招呼？星河，怎么是你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！你们俩从小长大的，现在这是整哪一出？叔叔阿姨，请喝茶。我和婉婉从小长大，我的为人你们最清楚。合租是为缩短通勤，我用人格保证，绝没有越轨的事。阿姨知道你从小稳重，事事都护着婉婉，可连招呼不打就同居，真吓死我和你叔叔了。叔叔阿姨，我知道，作为父母你们会担心。我现在不是林家哥哥，是以婉婉男友的身份，向你们承诺，我会照顾好她的未来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行了，坐下吧。这丫头从小丢三落四，也就你管得住她。我们当父母的放心。我和你爸打心眼高兴，好好过，真心祝福你们。妈，谢谢你们。公事算不出幸福，但跨越青梅竹马，执子之手，是最坚固的定力。星河婉婉拍大合照了，走啦，我们的大学时代要画上完美句号了。大合照拍过了，画句号前，带你去个地方，给我们的未来写个开头。沈星河，你什么时候写的？婉婉，当年在这里，我用绝对的逻辑帮你的画找回秩序，后来是你用炽热陪我走过最艰难的低谷。我的世界原本只有一成不变的公式，直到你撞进来，成了唯一的不可控变量。陆婉婉，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余生最坚固的定论吗？我愿意，沈清哥，我愿意。以前觉得理科生不懂浪漫，后来才知道，当一个逻辑怪动了心，他会把余生和全部的偏爱写进永远不会更改的底层逻辑里。